我们想一个人心气太高他会对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者观点？那他肯定对自己的期望很高，对不对？当一个人心气很高的时候，他肯定事事都是要追求一个最好的结果，所以他对自己的期望很高，然后他也容易对周围的人和事的期望都非常高。但是呢，这就有一个问题是，我觉得可能经历过一些事的朋友会理解，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会认为世界是围绕着自己转的就是我期望一个事情是什么样，它就应该结果是这个样子，否则我就非常的不开心。但是这个世界，当我们越来越长大，越来越成熟，我们会认识到这个世界不是围着你转的，这个世界有非常多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因素，它会影响一个事情的结果，所以努力不一定能换来好结果。但是呢，心气很高的人，他就很容易被自己的这个执着困住，就他会认为这个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就应该按照我想要的这个方式发展。而聪明太过就会导致他，因为他很聪明，他可能在很多时候当一个事情没有符合他的预期发展的时候，他就会用自己的脑瓜一直在想，我怎么样能让这个事情得到我想要的结果，而且很有可能在他的生命的长河当中，曾经有很多次他通过自己的努力的确拿到了那个别人拿不到的结果。那么这就会为他建立一个循环，就是当一个事情我给他有一个很高的期待的时候，我会通过自己的思考，我会通过自己的思虑来想怎么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好或者变得完美。那这样的一种性格，它就可能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病。那我为什么看这段特别有感悟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天生的性格就也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就是一个心气高而且聪明太过的这样一个性格。其实我天生的身体的底子是不错的，就从小到大没有生过什么大病，然后一直也都挺健康的。但是之前跟大家讲过，唯一的困扰就是我之前有过多囊which 就是月经不调，就是我之前月经老是推迟。然后在我高中的那段时间，我的饮食也是很差的，就是那段时间在节食减肥，然后也不怎么想吃饭，然后情绪嘛也不怎么好。大学毕业之后这些年，当我转化了生活方式之后，其实它有好转，但总的来说就是身体偶尔还是会有比如说月经推迟或者有时候入睡困难这样的现象。那我学了中医之后，我就大概知道自己的体质其实我的肾气是足的，但是我的脾虚，就是我的脾胃是比较虚的，然后呢我的肝火也是容易比较旺的。我觉得就这些特质其实也是跟自己的性格太过要强思虑过度是有关的。其实我是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特点的，然后包括在大理帮我推拿的明红姐也经常说我，就说我身体的这些小问题其实都是在脑袋这里说我心思太细，思虑太过所以要让自己学会傻一点粗一点，身体就会好。但是可能以前自己的这些认知，包括身边人的提醒，没有让我真正安静下来思考过，为什么我总是思虑，为什么我总是担心这些事情为什么我总是对自己有过高的期待。就直到那天，我觉得可能就是机缘巧合看了《红楼梦》中的这一段，我就觉得有一种共识性，就一下子打中了我的心，让我有一种原来我的这些困扰在这里，原来我不开心，或者说我身体的一些烦扰的根源是在这里，是我的性格，就像张太医说的，心性高强且聪明太过。就是我从小性格都很要强，然后对自己方方面面要求都很高，好像总是会希望自己成为那个最好的。然后我的家人对我的态度，他们可能从小就认识到我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然后我的爷爷包括我妈对我的期望都很高，他们就希望我学什么都要做那个最好的。所以就导致哪怕可能在初中的时候我经常考第一，但是我很少听到家里人的肯定。就我妈每次听到我考第一，她的反馈都是那你下次也要努力，你还要努力继续考第一所以这个给我的一种默认的设置就是我不管做什么我都必须要追求那个完美，或者必须要追求成为那个最好的，而且我每次都要保持在这个最好的位置，然后就用这样的状态就是无意识的过了可能20多年但是这么活真的特别特别累
这真的特别特别累。我是差不多真的在我24岁左右，就是差不多4年前，我才意识到，一直以来我这种狂奔，然后没有办法停下来，然后总是很紧张，给自己压力很大，其实是非常伤害我的身体的，也会让我时常觉得就活着不幸福，因为你总是有一个远方的目标要去奔赴。所以就是当一个人对生活默认的设置是完美，是100分的时候，那他肯定是容易觉得不如意的因为生活它不是围绕着我们个人的意志开展的，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生活中慢慢去理解和明白的一个点。所以就是当结果不能如我所愿的时候，我就跟秦可卿一样就是会动用自己的小脑瓜，然后去想我怎么样能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好，怎么样能让这个结果改变所以也就是成了这样一个思虑太过的这样一个状态吧。然后我也观察发现，其实不仅是我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现代社会很多人都处在思虑太过这样一个状态。我最近在读那个韩炳哲写的《倦怠社会》，这本书写得非常的好。我觉得他戳穿了一些现代社会我们有的这些精神问题的一些根本的原因。他讲现代人的这些精神困扰不是来自于我们不能做什么，而是来自于外界不断传递给你的信息是你可以你有非常多的选择，而你可以做到这些。比如说当我们打开小红书的时候，我们去翻一翻这些什么情侣博主，他好像就传递一个信息是你也可以去找到这样一个完美的伴侣。或者是当你就是打开社交媒体看到别人拿了一些不错的成绩，或者别人的人生去开拓了一些可能性，好像立刻你就会觉得很焦虑，你会觉得是不是我也可以去过这样的生活。但是有过多的选择其实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自由是我有无限的选择我可以选任何一种道路但是从我的经历来说，我觉得选择过多会给人带来非常多的烦恼和不愉快，因为这个你可以的可能性，它就会让我们在一个梦里，我们没有真正的在当下脚踏实地的在自己的生活里，我们时常想的都是我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而我在我的这个梦里，我可以构建出一个理想化的或者说更好的生活。然后呢，好像这个社会也应许给我们一种可能性，就是只要你想，只要你脑子里能把这个未来的路径规划清楚，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到达那样的一个结果。但这其实是一种妄想它会让我们过得非常不开心。所以当我读了《红楼梦》这段之后，然后我那天晚上就有一种痛定思痛的感觉，然后我就在写日记我就在写说，如果我的心气没有那么高，或者说我对自己的期望没有那么高，我不再追求一个更好的人生，或者说一个满分的人生，而是一个60分的人生，那我会感觉怎么样为什么说是60分的人生？也是最近看了一些关于自我养育的书，然后就有一个说法说，一个满分的妈妈对于孩子来说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妈妈，其实最好的妈妈是一个60分的妈妈，也就是一个及格的妈妈。所以这个60分它只是一个比喻，就是去达到一个及格的状态，而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状态。所以我就尝试把自己的心态调整成，那我就不对自己有那么高的期待，我就去过一个60分的人生，会怎么样呢？不瞒大家说，当我把心态调整成60分的人生之后，我真的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就我瞬间感觉我的身心由内而外都变得松弛了。比如说当我带着这个60分的心态去审视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就会发现其实我过得没有我以为的那么不好，或者说有一些方面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比如说我们拿失眠来讲，那这个春天我睡得不太好，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要求一个100分的睡眠，那肯定是倒头躺下就睡，然后呢早上就是早起7、8点就起来，然后中间呢也最好不要做梦，就是比较多的这个深度睡眠。可是60分的睡眠是怎么样？60分的睡眠就是我也不要求自己立刻入睡，或者说睡眠质量特别高，
我每天能睡多久就睡多久，偶尔失眠一下，或者说要花1个小时入眠，其实也没关系。总而言之，就是躺在那里让自己放松，身体休息就可以了。当我用这个标准看我的睡眠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那我的睡眠也没有那么差嘛，我觉得还是可以打80分的。虽然这段时间有一点入睡困难，但是整体来说我平均每天能睡9个小时，其实已经很不错了，跟我之前在上海的状态相比。再比如说，当我用60分的心态去看我的原生家庭我最近在做心理咨询，就会发现做完心理咨询之后，就好像总觉得哎呀，自己小时候好惨，然后有这些不如意，有那些不如意，好像爸爸妈妈有一些地方也没有做到。但是当我用60分的心态去看我的原生家庭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能健健康康的活到现在，活到28岁，我的原生家庭至少也有70分吧。至少此刻我没有抑郁，我也没有双向情感障碍，我也没有人格障碍，我也没有精神分裂，就是我还是一个比较健全独立的人格。而且家里其实对我有很多资源上的支持和培养，我的父母也一直蛮尊重我个人独立的思想和选择，所以长到现在，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就是挺健康、挺独立、很有创造力、很有生命力的这样一个人。当然了，是有一些缺失的，比如说我在情感这个方面小时候是有缺失的我总是觉得我的情绪是不被接纳、不被认可，或者说不被抱持的。我是在情感这个方面会有一些匮乏的体验，这也会让我的情绪比较敏感，是一个比较高敏感的体质。但是就这些问题可能也不影响我现在的生活，哪怕可能有时候在人际关系，比如说在亲密关系里有一些困难，那也很正常啊，就是大多数人在亲密关系里都会觉得很困难吧。所以当我用这个视角去看我原生家庭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那个问题其实也没有那么大，我的原生家庭至少有个75分，就觉得好像一下子心里就没有觉得有怨气，或者说有不满足，而是会觉得很感恩，就是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然后再比如说用60分的视角去看一看我现在的事业。如果我们总是以一个精益求精，然后追求完美的角度去看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工作，你肯定会希望自己的收入节节攀升，你也会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但当我用一个及格的心态看我的事业的时候，我就觉得不用追求增长，然后有起伏有波动也没关系，有一段时间不想创作也没关系。我做事的时候也不太会要求自己尽善尽美，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尽量在真实的在当下去表达，用心的跟大家表达就好了。然后再有就是我不想做事的时候，我也可以让自己休息休息，不用一定要去做。比如说昨天做直播，如果我用100分的心态，我就总是在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但是如果我用及格的心态，我就会觉得今天讲的还是很不错的嘛。所以就觉得哎呀，一下子开心轻松了很多，我依然在非常享受自己当下在做的事情然后也不会有那么多对自己的评判、苛责和不满。然后再用这个心态去看一看自己现在的健康如果你追求一个100分的健康，那肯定是绝对不生病，然后气血特别充盈，然后身体什么毛病都没有。但是你仔细想想，真的有这样的人吗？我觉得即使有，可能也是人生的某个阶段会实现这样健康的状态吧。那如果我们用一个及格的心态去看待自己的身体健康，其实不生大病，不生重病，然后饮食睡眠大小便基本正常，然后心情呢比较愉悦，偶尔有一些起伏波动也是可以的嘛。那这样看的话，我觉得此时此刻我的健康至少可以打个85分因为这2年其实外界环境挺动荡的，有各种新冠流感，然后其实我都一直没有被这些流感病毒侵扰身体一直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状态，虽然有一些脾虚肝火旺然后月经有时候会推迟，但是我会觉得其实我的身体底子也是在慢慢变好的。所以就发现说，当我们用一个60分的心态去审视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就不会在时刻觉得自己不够好了或者说觉得自己还要努力提升，反而会有一种感恩和知足的感觉。同样的感悟呢，我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也写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大家也都很喜欢，叫做2024做个无用之人
那这篇文章的灵感其实也是来自于有一次跟闺蜜在交流新年愿望。那以前我们都会习惯在新年的时候去写一些今年对自己的期待，或者说今年想要实现的一些目标，然后分享给对方。但是今年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今年没有什么愿望了。就如果非说要有什么，我就希望自己能够去做一个没有用的人，我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无用而松弛的人，去享受无用之美。这个也是来自于这些年自我探索下来我对自己的观察。比如说我会发现我在站桩的时候，我经常胸口会堵住一口气。然后当我深入的去站桩，深入的去观察这口气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它其实来自于我还是习惯性的很容易进入一个紧张高压的状态。那这个也是和从小的成长经历有关吧，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就是在一个高功能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功能性很强的一个孩子。所以当我做事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导向或者有目标的时候，我就很容易紧张，这个紧迫感就会要求我很快的去实现自己想要的结果。当然了，这个紧迫感曾经给我很多的这个好的结果或者甜头。比如说我的超能力之一就是我的行动力非常的强，而且我的学习和工作效率是很高很高的一个人。从我想做一件事情到完成一件事情，我很少有拖延和犹豫基本上我想到就会做，所以很少有这种就一个事情想了半天然后不去做，然后内耗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在之前在做咨询的时候，在麦肯锡工作的时候，我也总是那个活干的最快的那个人，就我每次都把自己手里活干完，然后再帮团队里其他的人干他们的活。以前我总是觉得这是我的超能力，这是我的天赋，但是我一直来没有看到的是，其实在这个超能力的另一面，它其实是一个诅咒。它就像那个孙悟空头上那个紧箍咒就是因为你从小就有这样的一种紧迫感。我的生活其实一直在一个非常高强度的投入，然后去看结果，然后去很紧张的去竞争的这样一个状态，我是很难放松下来的。所以我很难去享受生活中的那些空白和无所事事的单纯玩耍的瞬间。就是当我觉得我没有事儿可以做，我没有产出的时候，我很容易有一种内疚感，我会觉得很不安，然后想要找一些新的有价值的事情来做。但我觉察到这个其实已经是3-4年前的事情了。但是你看我这3年都在旅居，然后生活在大理让自己尽可能处在一个比较慢的松弛的状态，但是我的身体还停留在过去。就我们的身体其实它藏着很多我们过去的这些创伤也好，这些记忆也好，所以我的身体还保留着这些儿时的习惯性的模式。我还在那个旧的神经回路中，然后当越来越多的觉察产生的时候，可能我就会有意识的让自己松一点点，但是还是很容易就进入那个紧张的高功能的状态。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它不仅仅是一个倦怠社会，它也是一个很功利的社会，对不对？就是我们都会希望我们做的事情有目的、有产出、有功能，去追求一个完美的、效率的、很好的一个结果。凡是做一个决定，好像我们都会习惯去算一个投入产出比甚至你跟一个人谈恋爱，你可能都会计较说我付出这个时间精力给这个人能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那所谓的结果可能也就是结婚或者跟这个人走一生。就我们变得非常的功利。然后呢好像我们没有太多的闲暇，没有太多的无所事事的时间。但是我这些年的感觉是，其实那个没有用的状态，那个闲暇的无所事事的状态，它才是一个人生命有越来越多的创造力，有越来越多的可能性被酝酿被生发的那个空间。就是那些我们做错了的事情，那些没有在我们预计之内的那些音符的碰撞，那些让我们觉得脱轨了的生活的瞬间，
是那些瞬间才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鲜活、生动、有趣，而不是像在逛百货商场，只要我付了钱，我就能拿到一个我想要的结果。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意义和价值和这些量化产出，然后一个结果绑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忽略那些没有办法被量化，然后也没有办法被复刻，没有办法被描述的人生的这些无用的美。所以这几个月呢，我就在一方面是过一个60分的人生，然后另一个方面给自己做了很多无用的事情，然后买了很多无用的礼物。比如说我买了一架电子钢琴给自己虽然现在年纪也挺大了，可能也不会拿这个钢琴去考级，但是每天能够去摸一摸钢琴，然后能够去弹一弹钢琴，我就觉得很开心。而且我想讲的是，当我对弹琴这个事情没有一个结果的期待，就没有说我要弹得多好，或者去考一个级的时候，我没有压力，然后我每天都会主动的去弹钢琴，而且我会敢于去弹一些可能不在我现在能力范围之内的，但是我很喜欢的曲子，然后我也很享受这个过程。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们做一件事情都一定要有一个结果，或者说为什么我们做一个事情一定要去衡量说，你弹这个曲子是不是在你的能力范围内，你能不能弹得特别好？当我们把这个衡量的标尺拿掉之后，好像那个过程才是真正享受一件事情的开始。再比如说我去年买了一个 Switch， 然后开始玩塞尔达。比如说我以前就是其实觉得玩游戏特别浪费时间，但是我现在特别享受玩塞尔达的时间，我觉得那个浪费时间的过程特别美妙。再比如说我会买一些很美但是没什么用的东西，比如说我很喜欢买花瓶我很喜欢买花，虽然买来这个花开几天它就败了，但是我觉得那个鲜花盛放的过程是非常美妙的。然后比如说我买了很多颜料很多画材，然后去跟着直觉随便画一画，也没有要求自己画得多好看。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这几个月虽然自己的状态有波动，但是其实是在一个更轻盈然后更松弛的状态。所以在这个轻盈松弛之下，我没有逼迫自己更播客就停更了差不多2个月。但我觉得这就是我当下的状态，然后我也非常开心自己能够现在享受一个60分的人生。以前我会觉得不完美就是有罪的，不考100分就是有罪的，没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拿到一个最好的结果，就是会责怪自己，然后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但是现在当我能够享受去做一个无用的人，然后去接纳自己一个60分的人生，我就会发现其实那个多出来的40分，它不是我要去提升自己或者说要去追求的部分，而是它给了我更多的空间，能够让我去开拓生活的更多可能性。所以60分它不是刚刚及格的人生，而是一个处在黄金分割点的人生。我们讲黄金分割点是 0.618 嘛，所以如果我们把生活也过成 0.618， 其实那就是一个很美妙的过程。